上周国务院出台了一个文件，这文件的名字叫做《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份文件的核心内容就是让大家花钱，因为现在经济下行嘛。如果大家都不花钱，那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没人买，那不是陷入到恶性循环了吗？所以呢，就以提升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名义呢，让大家想办法赶紧去花钱。因为花钱了就拉动内需，促进所谓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这份文件里头为了促进所谓的服务消费方面，涉及到了20多个方面你比如说有什么餐饮住宿消费旅游消费文化娱乐消费体育消费养老消费等等但是在这份文件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不起眼的第7条，他说是教育和培训的消费，我给大家念一下他说，推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开放优质的教育资源，满足社会大众多元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推动职业教育的提质增效，建设高水平的职业学校和专业；推动社会培训机构，大家注意了推动社会培训机构面对公众需求，提高服务质量。这个第7条大家一看到以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市场上很多那些培训机构的股票久旱逢甘霖当天就开始大涨，什么新东方好未来马上都涨了将近10%那么当时就有人解读了，说持续3年以来的双减政策有可能走进历史。还有人评论说他说折腾来折腾去3年以来政策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可能都记得3年前的2021年的7月24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叫《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当时这个文件出台之后被人称之为一个文件毁掉一个行业那这个杀伤力十足为什么呢？因为这份文件当时就规定了，对学生一定要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比如说，那小学生1、2年级不能布置作业，3、4、5、6年级你能布置30分钟写完的作业，到了初中阶段60分钟写完的作业，而且鼓励学校在校内就让学生把作业做完，不要在家里去做作业减负嘛。同时呢，对这个校外培训机构那可以说是痛下杀手比如说他就规定了，你要是学科培训的话，你不能在法定假日里头搞。法定假日是什么？星期六、星期天就是法定假日那你只能在星期1到星期5的时间搞，寒暑假你也不能搞。那你想想，那星期1到星期5本身学生就上学呢，你要再给他搞学科培训的话，那时间一般来说是不太可能，多数这种学科培训都是周末或者寒暑假所以寒暑假不让你搞学科培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更重要的是，你这些所有的校外培训机构一律要营改非。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过去是个盈利性企业，现在让你改成非盈利性企业。也就是说，你赚了钱之后你不能分配，你只能在企业内部循环。再一个，不允许上市融资，你想上市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本身非盈利企业，你也没办法上市嘛，对不对？因为你上市之后，股东要获得收益的，你非盈利企业怎么股东怎么获得收益呢？不可能了，对不对？而且对这些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也有要求，都必须有教师资格证。你没有教师资格证，你还不能从事这个工作。还有，你比如说这些企业就是这个培训机构过去呢是备案制现在要改成审批制，原则上不再审批新的这些培训机构了。那你想想，当时这个文件出来之后那市场上哀鸿遍野文件公布的当天那像新东方、好未来，还有什么高途当天的股票下跌超过50%一天这拦腰一半就没有了。那就当天收盘的时候这个当时新东方的股票的价格距年内的高点下跌了85%，那好未来呢下跌了92%那高途下跌了98%，那几乎快跌没了呀。为什么？因为像新东方这样的企业，像高途这样的企业，它过去主要是做学生义务教育阶段的培训的，也就是 K9这样的一个培训新东方大家都知道过去是靠这个英语培训、留学培训起家的嘛就是培训大家怎么考雅思，培训大家怎么考这个托福 GRE 当然很多人也诟病俞敏洪这样的一个培训体系就是他培训出来的学生好像英语水平不是很高，但是考试水平很高，因为他们在教学过程中要教你
怎么在看不懂题的情况下能够答对题？这是新东方的独门诀窍啊。后来新东方不是上市了吗？上市了以后，新东方也做了转型啊，他把它主要的市场啊转型到了 K9 教育，也就是中小学学生校外的辅导教育，也包括这个好未来啊，也包括这个高途啊，都是如此啊，涌现了10几家上市公司啊。那这个在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大家都知道啊，中国的家长啊，一般来说对孩子都有很高的期望。啊，说3代培养出来一个什么什么，5代培养出来一个什么，反正总而言之，孩子一生下来就开始给孩子在教育方面投入。这个1年级的这个至关重要，2年级定终身，3年级是最重要的，4年级太重要了。其实5年级是小学里最关键的时期，小学6年级是上初中前最重要的过渡期，初1最重要，初2这一年可以说是所有学生学习上的一道鬼门关，初3这一年非常的关键，高中3年，高1最关键，高2是一个关键时期，高3是高中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机会。其次呢，就是愿意在孩子教育方面花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校外培训机构就应运而生了嘛。你像新东方一年的它营业收入啊有30亿美金呢，那每年的利润呢有好几亿美金呢。那好未来他们也包括这个高途啊，都大致如此啊。但是这纸文件出来之后，那你想想，那你的企业你不能再搞这种盈利性培训了，那你就得转型，要么呢你就改成非盈利企业。那你说对这个行业是不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啊？所以当时的新东方啊，据说啊，说遣散了说6万名老师，因为俞敏洪讲了嘛，他说这纸文件出来之后，应该说 K9 培训市场应该说是走进历史了。但是新东方啊，你想啊，船大不容易掉头啊，它在全国啊有1500个培训点，光装修费花了60-70个亿，然后呢，培训教师有上10万人，没办法，都只能遣散呐。那么等到后来这个转变来到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需要1天之内，你把所有家长和学生的学费都退掉，几乎是1天之内几万员工的这个遣散费 N+1你必须给出去。所以从去年开始，新东方花了这个接近200个亿，现金，但是呢却没有给新东方带来太多的危险，原因是因为新东方账上还有钱。如果没钱的话，即使是差个3亿5亿，如果我个人没钱，砸锅卖铁都没有的话，我现在可能已经跳楼了。那么整个新东方那一年，你看一下财报就开始亏损了，亏损了多少钱呢？亏损了9亿美元。那好未来也好不到哪儿去啊，那一年呢亏损了10亿美金。那么应该说这纸文件当时对整个教培市场的打击啊，近乎是毁灭性的啊。我一度幻想新东方能撑过这个冬天，但是很遗憾，所有的 K9 业务即将终止在2021年12月31号，然后我们所有的老师就失业了，这个行业真的没有了。其实从8月份的时候，双减政策出来，我们的课量就大大减少，然后原来的工资双减之后就基本上减半，甚至是还不到原来工资的1/3啊。所以无论怎么说，你们在就业的时候一定要看好行业前景，就别像我一样，好不容易找了个行，结果这行业没了。那大家可能就问了，那中共当时啊为什么要出台这样一个双减的文件呢？这有2个背景啊。第一个背景呢，它要解决教育的公平性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啊，你看有些人家有钱，于是呢他在孩子方面啊投入了很多钱去搞教育培训，而没有钱的家庭啊，他没有钱去培训嘛，那这不形成了一种不公平吗？那有钱的家庭培训孩子，最后考上北大清华，没有钱的家庭的孩子连高中都考不上。这就是一种教育不公平嘛，所以干脆让大家都不培训，这样没有钱的家庭的孩子啊，也有机会考上北大清华，这才公平。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在一个内卷化的教培市场中间啊，很多家庭啊对教育培训方面也有很多非理性的投入。这个非理性的投入就表明这个价格越来越高，然后呢，这个孩子上课的时间越来越长，但最后统计啊，这好像这个升学比例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大家竞相搞军备竞赛的结果啊，最后导致每一个家庭里头都投入了大量的钱在孩子的教育培训上，但最终的结果呢，就使这个录取分数线水涨船高啊，大家那个整个分数线上移了，但是整个这个录取结构呢还是一样的，所以受益的是谁呢？受益的是新东方、好未来啊。那最后呢，吃亏的是谁呢？吃亏的是家庭，孩子受累了嘛。家长付出了钱嘛，所以如果大家都不培训，
你这个教培行业虽然死了，但孩子轻松了，家庭呢财政支出也减少了。因为当年啊，其实大家都在讨论，中国中产阶级家庭啊有3座大山，一个是医疗，一个是住房，一个是孩子的教育。这3座大山呢，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呀。所以呢，在住房市场上提出来房住不炒，房价不能再涨了；在这个教育市场上就提出来不要搞教育培训了。所以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啊，来为整个国内的中产阶级的家庭来解套，这是他政策出台的背景啊。所以当这个文件出来之后呢，立刻就在全社会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行业震荡。那新东方啊，把这个教师遣散了以后怎么办呢？他不能改成非盈利企业呀。于是呢，新东方被逼无奈，把自己所有的课桌几万个课桌全部捐给了中小学。于是呢，被逼无奈之中呢，俞敏洪啊就带领自己的员工啊走上了直播带货之路。大家都知道，像董宇辉这些人呢，其实都是在被逼无奈过程中间闯出来的一片新天地啊。如果你现在特别想做一件事情，你会做什么？我当时突然就哭了，我说，我特别希望我能勤奋聪明一些，等新东方好的时候把他们再接回来。我还挺喜欢他们的，他们那么好，还挺想他们的。我到现在都没有舍得解散那个群，虽然没有人发消息。我知道你们可能在镜头前，对不起，我当时不是故意的啊。因为新东方一开始搞直播带货的时候他没办法嘛，就过去的那些教师啊，培训的教师啊，就上去直播带货了。但是由于这些教师的口才比较好，知识也比较丰富啊，于是在直播带货的过程中间，顺便讲英语，有些人讲哲学，有些人讲国际知识，于是火了。很多人就到新东方的直播间里头愿意看。最终呢，很多过去的培训教师成了董宇辉式的带货明星。所以新东方算是通过这种方式爬坡爬起来了。但是很多其他的企业那就惨了，因为毕竟能够直播带货的也不是很多所以呢，他们有些企业就转向了成人培训市场培训公务员培训其他的这些教育还有就培训一些怎么说呢，非学科类教育，这是一种另外一个方面呢，市场中也开始一些应变。怎么应变呢？你把这些培训市场都打散了那么很多家长的需求还在于是呢，民间就出现了很多1对1的家教。也就是说，我不开班了，那我到你家里去给你上课总可以吧？因为在家里上课，那你外面人不知道嘛。或者说2、3个家庭凑在一起，2、3个孩子找一个老师，结果呢，这其中这个教育费用还涨起来了。据说北京一般来讲，一个家庭教师这个授课时间平均都在1000块钱1学时，2个小时1节课那么就是2000块钱，高的4、5千块钱呢。那么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新常态。虽然政府呢也在努力打击这种1+1的这种培训方式但是这个打击毕竟变得非常困难。你想想，1对1的，你上哪儿打击去是吧？它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效果。你过去的教培市场你像新东方，他收了钱之后还给政府交税，但是你现在1对1的家教，大家都微信转账了，直接给现金了，政府税还没收着。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对于这个营改非全国各地很多推动起来非常之难，遇到了非常大的障碍。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企业当时投入的钱就是按照盈利模式建的，你现在呢让它改成非盈利企业，很多企业消极对抗不搞说我投入了这么多钱，你让我改成非盈利企业，那我不干了。所以很多地方面临一个盈利性企业向非盈利企业转变过程中间的一个僵局，这是过去3年所形成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客观看待数据来讲确实减负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2017年的时候每个家庭平均一年的关于学生校外培训的费用是1777块钱，现在呢已经减到了1350块钱。那么学生据说这个培训的这个时间呢也减少了，
这时间平均每周减少的时间差不多有10个小时啊，那的确学生是减负了。那么既然这个整个教培市场已经被打死了，基本上消亡了，而学生的负担也确实降低了，那么为什么这一次这个国务院又出台了这样一个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又鼓励这个校外培训机构给公众提供个性化服务呢？这里头在我看来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整个经济形势不好。这个整个经济形势的下行我们过去节目也讲过，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今年上半年的财政收支情况。那今年上半年的财政收支情况我不细讲了，我给大家念几个比较宏观的数据首先是全国公共预算收入以115913亿，同比下降2.8%，那这是今年上半年。那么呢，在这里头大家可以看一下国内增值税是35400亿，同比下降5.6%，企业所得税25364亿，同比下降5.5%，个人所得税7358亿，同比下降5.7%。总而言之就在所有的这些这个项目里头，几乎全都是下降的。那么这些下降的结果就导致什么呢？导致现在整个经济下行那经济下行那财政收入降低，那政府的刚性支出的数据还在上涨，财政赤字就不断增长那这个对于政府来说的压力是空前的。那怎么办呢？你就必须想办法要提振大家的消费能力提振消费能力的过程中间，就想到了一个是住房市场，大家可以看一下房地产市场现在已经松绑了，全国各地很多所谓的限购措施几乎都解开了，甚至包括很多地方你买房就可以落户，又重新开始了。那就是说房住不炒，现在也不讲了，你只要炒房子，然后呢政府可以卖土地，然后呢整个财产性收入开始增长，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可以增加了嘛。那么过去这个要解放普通老百姓的3座大山的努力，政策开始转向了也包括这个教育培训市场，因为教育培训市场涉及到上百万人就业那么又尤其是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最愿意花钱的地方，他愿意掏这个钱。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一下，政府在财政压力空前的情况下，过去3年的政策开始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是在财政压力情况下所做出的不得不做出的一个政策之举，这是一个方面那在我看来呢，其实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什么方面呢？就是说政府的政策目标跟这个所谓的政策这个结果之间到底匹配不匹配呢？在我看来其实这个减负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它的政策目标和政策结果之间也存在着非常大的落差。就在今年7月份北京大学有一个研究机构做了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就是在研究过去3年这个减负措施出台之后它到底是不是达到了这个目标。它这里头提供了几组数据特别有意思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它这个调查呢是在全国20个省份，一共抽样调查了差不多4万个家庭样本。他把这个家庭中间一共分为了5组，也就是按照收入水平，每20%的收入水平分成了5组，就是最高收入的20%的家庭和最低收入的20%的家庭然后中间60%的家庭，一共5组。他这里研究就发现他说这个减负的过程中间这里头受影响最大的实际上是中间的60%的家庭。这个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虽然说政府在减负打击校外的培训这样的一个机构但这些家庭它本身在教育投入方面并没有减少，学生学习的时间也没有减少。最低的20%的家庭它本身大多数投入就是0，他们其实也没有减少，也没有增加，就也没有变化。那么真正变化的是这中间的60%的家庭那么它这里头有一些具体的数据他说对比2017年和2023年的数据中小学生中的校外学科培训参与率显著下降，从36%下降到13.5%。那你想想，参与率一下下降了将近20%几然后校外学科类培训的家庭开支在双减之前呢也开始回落了，从1777块钱下降到了1350块钱。
而体育、艺术等校外非学科类培训的支出呢略有增加，从633增加到了914。他这就讲呢，那20%的家庭里面啊，他虽然校外的辅导啊班你不让办了，但是大多数家庭会通过1对1家教的方式啊，继续给孩子开小灶。所以我前面讲到了嘛，北京市现在很多家庭的这个搞这个1对1的家教，课时费平均已经超过了每小时1000块钱人民币，高的甚至到了这个每小时2、3千块钱人民币。那这是他们愿意支出这部分费用啊。那么同时呢，由于当时减负的时候的文件里就规定啊，说你这个校外的培训市场你要关闭的同时啊，增加校内的这个课后服务。所谓的校内的课后服务，就由于学校的机构来提供，让学生在正常的课业结束之后啊，在校内有老师给他们进行一些培训。他就研究发现啊，他说在校内培训这一块啊，其实是最高20%的家庭啊，在这一部分里头啊，其实投入和增加也非常显著。就是说，收入高的这个家庭啊，不仅仅是在校外培训市场几乎没有受什么影响，在校内的培训市场中间，他也更多的参与进来了，而是显著增加。而这个中产阶级呢，60%的家庭呢没有显著增加，最后的20%的家庭里头也没有什么变化。那么这个调查特别有意思啊，它就说明什么呢？它就说明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减负市场的政策中间啊，对那个最高阶层的20%的家庭里头，这个政策几乎是无效的，而对中产阶级的家庭相对来说是有效的。当然，在这个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有2种意见了啊。因为有一种意见就认为说其实这个普遍的政策目标根本就从来不是针对那个市场中间的10%甚至5%的家庭的，因为由于这个资产这个不平等所导致的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在全世界是无解的。那你想想，你生在乔布斯的家庭，你生在比尔盖茨的家庭，你肯定获得最优秀的教育资源嘛？这个什么政策能约束你约束不了。那么能够改变这种现状的唯一的一个方式，说白了就是后代的基因分布的选择，就是你富人的家庭的孩子，你最后你生的孩子不一定聪明，因为你这个基因的选择是随机的，那么你再分配更多的教育资源也没用，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当然这种方式现在也有可能获得挑战因为现在可以进行基因改造了，那很多富人的家庭可以让孩子就是变得非常聪明，那还有钱，那将来就问题大了那至少现在，他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政府的宏观政策从来不是对付这一部分人的。但也有反对意见，就认为他说你看到了吗？你搞了这样的一个减负的这个文件最终头部的那20%的家庭仍然去培训去了，而且花更多的钱去培训。然后你中产阶级的家庭的孩子你没有钱去培训了，或者说你不去培训了，最后呢导致你双方的差距拉大了，而不是变小了。那你这不是跟你政策目标相违背吗？你政策目标不是希望能够制定一个教育公平的政策吗？你政策目标不是为了让这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减负的情况下拥有更强的竞争力吗？结果你想想，你这个目标不是相反的吗？所以有人说了，这个调查有缺陷，为什么呢？你这个调查其实你这个投入时间并不等于效果嘛。如果你反向调查，比如说你入学率，你在减负之后，这个升入大学、升入高中的入学率有没有变化？如果那个变化可能更有说服力。说到这儿还真就有，北京大学去年的时候也做过一个调查，这个调查不是针对这次3年以来减负的，是针对从2010年到2017年、18年，这中间中国减负已经10几年了嘛。这个减负过程中间，它对升学率的影响，这个调查报告也很有意思，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中国的减负实际上从2010年左右到现在已经持续了10几年了那么他这个研究就显示，他说10年减负政策实施之后，家庭收入分布处于底层10%的寒门学子，升入高中的概率下降了9.3个百分点。他说，原本依赖天赋和勤奋成才的教育模式正在失效，家庭减负反而不得不加大教育支出。应该说，这个调查结果是非常令人意外的。这篇论文的名字叫做《教育减负、家庭教育支出与教育公平》，它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
和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共同研究的啊。他研究的数据是2010年到2018年5期中国家庭追踪的调查报告。在这个调查报告里呢，他就讲到了，他说过去13年，中国的教育减负的力度是逐年加大，跳跃式增长。但这个在跳跃式增长的过程中啊，导致了整个家庭教育投入的下降，学生学习时间的减少。他说，收入分布在最底层的10%的家庭教育总开支平均下降21%，寒门学子每周学习时间平均减少9.19个小时。但是它是相反啊，处于分布就是收入分布最上层的10%的家庭，教育总开支平均上升了67%，学生每周学习时间平均增加了10.37个小时。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选择。就同样的减负的时候，收入水平最高的家庭，他们的学生的学习时间反而增加了，而这个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他们学生学习的时间反而减少了。那减少的这个代价是什么呢？代价就是寒门学子升入高中的平均概率下降9.3%，这9.3%的概率可不低呀。与此相对应的就是收入分布处于上层10%的家庭，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增加了5.3%。那升入高中就跟升入大学联系在一起，你连高中都考不上，自然也就考不上大学了嘛。所以这两篇调查报告啊，我个人觉得啊，它揭示了这么一个现实。什么现实呢？就是整个过去啊，持续10几年，尤其是过去3年大幅的减负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目标，并没有通过政策的执行来实现，相反啊，它却走向了一个相反的政策目标。也就是说，你减负不但没有增加教育公平，反而加剧了教育不公平。这个结果啊，其实看起来挺令人觉得怎么说呢，感慨的啊。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啊，就是说我们在面对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如果你自己想当然，往往会起个适得其反的作用。你就比如说，如果一个政府拼命的提高这个税收的这个比例啊，它不一定会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为什么呢？当你这个税收到一定的比例之上，那企业就不生产了嘛。大家都知道经济学上有一个叫拉佛曲线，是吧？就是说你当税收的税率高到一定程度之后，你的税收的总额反而会下降。这也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那些直接目标跟最终目标往往会成为一个相反的这样的一个背道而驰的现状。这就要求啊，我们政府在做目标选择的时候啊，其实有的时候啊，你有直接看起来能够达到目的的那样一个政策手段，未见得就能达到你的政策目标。其实，在这个减负市场中间，这是最典型的一个市场。你想想，他们当时以为只要把这些校外的培训市场干掉，每个家庭都不培训了，那不就公平了吗？每个人负担不就降低了吗？但实际上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办法控制财富本身对教育不平等这种资源占有的这样一种现状。这每个人都是自立的，每个家庭都是自立的。有钱的家庭，不管你政府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市场，他都会拼命在孩子教育方面加大自己方面的投入。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最终的这个政策目标和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实施效果之间会存在这么一个巨大的反差。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说的是在一个现代社会中间，我们的政府可能有的时候得习惯这样一个现状，就是有些问题它解决不了。这个全能型政府它往往会认为它面对所有的问题它都能解决，比如贫困问题失业问题你比如说性产业的问题还比如说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丑恶现象的问题他认为他都能解决。于是他会拼命出台很多积极性的政策目标。但事实上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全能政府，这个有些社会问题就是政府无论如何都不能解决的。你就比如说，因为财富所带来的不公平，那么所导致的后代在教育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政府能解决吗？在我看来根本解决不了。那么政府应该解决的是什么？应该解决的是公立教育的均等化。你比如说中国，
那么城市的学校跟农村的学校之间，那这个教育水平相差太大了。你政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想解决不同家庭占有教育资源之间的不平等，那这实际上本身它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如果一个政府真的知道了他有些东西他再努力也做不到，那个政府就慢慢的会从一个积极政府变成一个消极政府，也就是说他不乱伸手，是吧？但是政府认为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时候，他就拼命的会乱伸手，这就是巨大的区别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想说的是虽然说现在的中共政府基于现在财政收入下行的压力他开始出台这样的一个政策转型，一夜之间大饼又翻过来了教培市场可能忽如一夜春风来，是吧？千树万树梨花开。但是这政府这个政策的朝令夕改其实它远远比教育不公平它的危害更大。为什么呢？因为当政府一纸命令就可以让一个行业毁灭，又一纸命令让一个行业可以重新复苏的时候，你想想，这市场中间的每一个人对政府的行为就缺少一个理性预期，他不知道一觉醒来这政府会出台一个什么样的变态文件，他的产业还会不会存在，他的收入本身还是不是属于自己。那么在一个缺乏理性预期的市场，每一个行业的人都会采取短视的行为，短期的行为，因为他不知道长远投资是不是能获得长久的回报，别说回报了，是不是能存在下去，能生存下去。那么当所有的企业都致力于短期目标的时候，那你想想，他会给消费者提供优质的服务吗？他会着眼于长期生存之后建立自己的品牌吗？他会建立自己的信誉吗？通通都不会。他会杀鸡取卵，他会呢涸泽而渔，所以大家就会建立一个共同互害的市场。所以政府一旦要是失去了一个理性预期，这个市场中间就会变得更加非理性。所以小小的一个教培市场所折射出来的大问题我觉得才是值得我们中国社会痛定思痛的。也希望这一次壮男强势的政策能够让我们的政府能够变得慢慢的理性起来。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从小就是来到海淀黄庄上高思课，很高兴有这个中国的学习有点帮我打个底吧，就是旷课的时候都差不多已经知道了，所以做作业或者自己去学会对我容易一些。所以无论怎么说，你们在就业的时候一定要看好行业前景，就别像我一样，好不容易找了个行，结果这行业没了。几万员工的这个遣散费 N+1你必须给出去，所以从去年开始，新东方花了这个接近200个亿现金。660以上，682，我。